泽连斯基再入白宫，获特朗普亲自迎接。欧洲七巨头为乌站台，泽连斯基硬气拒绝割让领土，拒绝从顿巴斯撤军。特朗普被说服，中断会谈，密电普京40分钟，与乌达成1000亿美元合约。俄军炸毁阿塞拜疆油库，阿塞拜疆暴怒，准备军援基辅。乌深入俄腹地400公里，成功让德鲁日巴管道断流。俄夫桥被炸上天，苏梅阵地插满蓝黄旗。红军村乌军神速反包围，2.5公里突出部成俄军屠宰场。俄军招兵暴跌60%，人都去哪儿了？精彩资讯马上开始。时隔半年，泽连斯基再次到访白宫，与特朗普进行会晤。不同的是，这一次他并非独自到访，而是同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芬兰的国家领导人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和北约秘书长一同前来。那么有了这7大护法，泽连斯基这次得偿所愿了吗？美东时间18日下午1时许，泽连斯基的座驾缓缓驶入白宫，而特朗普西装革履地站在西翼入口迎接，双方握手寒暄合影。而1个小时前，泽连斯基7大护法陆续抵达时，在门口迎接的只是美国国务院礼宾司司长莫妮卡·克劳蒂。可见特朗普为了确保这次会晤成功，为了和平奖，给足了泽连斯基面子。而泽连斯基也十分默契，放软身段，发动魅力攻势，不仅一改平日的军装风，穿着更为正式，黑色衬衫和夹克，还在会晤开场时对特朗普为结束俄乌战争的个人努力表达感谢，包括但不限于让欧洲从美国购买用于援助乌克兰的武器装备。此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还报道称，泽连斯基在开场白头10秒钟就连说了4次谢谢。而2月会晤时，他被美国副总统万斯批评没有对特朗普说谢谢。对于泽连斯基的改变，特朗普表示赞赏，现场气氛友好，与半年前形成鲜明对比。不过泽连斯基依然有自己的倔强，没有穿西装系领带。那这次泽连斯基和特朗普都谈了哪些内容呢？又达成了哪些协议呢？由于举行的是闭门会晤，双方达成了哪些协议暂时不好说，但会谈内容倒是在闭门会晤前的媒体开放环节中能获悉一二。如特朗普重申，美国愿意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他没有立马否认向乌克兰派美军参与安全保障的可能性，但也表示对乌的安全保障应该由欧洲主导，因为他们就在那儿，是第一道防线，美国可以参与，从旁协助。特朗普还特别强调，无论当天会晤结果如何，美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甚至称这条路没有到头。泽连斯基则透露称，包括领土等问题在内的所有敏感事项将在美俄乌3方领导人会晤时讨论，而特朗普将努力促成这一会晤。此前，特朗普在与普京会晤结束后曾言，若一切顺利，将安排俄乌进行双边会晤，然后再安排美乌俄3边会晤。对于该提议，在18日当天的多边会晤中，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美乌俄3方会晤是解决俄乌问题的唯一途径，但他认为接下来可能还需要一次由欧洲参与的4方会晤，理由是对乌的安全保障必然会谈到整个欧洲大陆的安全。值得注意的是，安全保障一词在总计20分钟的公开发言中被提及近20次，可见与会方对这一议题的重视。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待这场会晤的，但火力军觉得泽连斯基与欧洲领导人此次的白宫之行绝对是物超所值，因为他们的目的可能并不是说服特朗普完全放弃普京的和谈主张，他们知道这是不现实的。因此白宫之行，火力军认为这是泽连斯基和欧洲领导人一种求其上而得其中的努力。其目的有3，其一，让特朗普看到美欧决心，使其无法完全倒向俄罗斯，至少表面上保持不偏不倚调解人角色，让这场战争成为欧洲与莫斯科的博弈。若能形成这种局面，欧洲有足够的力量打垮俄罗斯。其二，向特朗普施压，要求举行美乌俄乃至美乌俄欧的多边会晤，而不是由2普私下决定乌克兰乃至欧洲命运。其三，让特朗普在对待俄方举证上投鼠忌器，不能俄罗斯说什么就是什么，这种策略是有效的。通过此前的发言，特朗普或许有藐视乌克兰的嫌疑，但这次白宫之行后，他无法藐视整个欧洲，只是这也导致美欧分歧在这场多边会晤中加剧。据德国图片报报道，在多边会晤期间，特朗普突然中断讨论，起身去给普京打电话，这一点得到了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的证实，并表示通话时间长达约40分钟。那是什么事不惜让特朗普选择中断多边会晤，还向普京致电的呢？原来在多边会晤公开发言阶段，
德国总理梅尔茨再次重申了欧洲领导人希望先停火再和谈。他说，现在已进入复杂谈判的阶段，各方都希望看到停火。我无法想象下次会议，也就是美俄乌三方会晤，会在没有停火的情况下举行。该提议与普京要求的先和谈完全相悖，因此特朗普也是当场质问道是否有必要。他说，如果能停火，那当然很好，但他解决的6场战争中，没有1场是先停火的，我们都是直接进入谈判。其在与泽连斯基会晤开场时，也对泽连斯基特别强调道，我认为你不需要停火。这番话再次重申他与普京会晤后的立场。虽然不知道最后是何种结果，但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泽连斯基都表示愿意促成和参与美乌俄的三方会晤，届时将有合理的机会结束战争。特朗普18日还在真实社交上发文说，他已经开始安排普京与泽连斯基的双边会晤，地点待定。特朗普说，在双边会晤之后将举行美俄乌三方领导人会晤，现在就看俄罗斯敢不敢参加了。总的来说，这场特泽会还是比较圆满的，不仅未能将俄版和平协议强加给乌克兰，而且美乌欧之间还达成了1000亿美元和500亿美元的武器交易协议。最关键的是领土问题被再次交到了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手里。那大家知道乌克兰为什么不能放弃顿巴斯吗？即使特朗普一再暗示乌克兰前景不妙，必须向俄罗斯割让领土，否则将失去更多领土，但仍遭到泽连斯基拒绝。原因很简单，回顾一下克里米亚的往事，答案就很清楚了。2014年，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都建议乌克兰不要与俄罗斯开战，他们说俄罗斯只是需要军港，只要满足他们的愿望，就能避免一场毁灭性的大规模战争。于是乌克兰人选择了放弃。当然，那个时候孤立无援的他们，实际上也没有更好的选择。然而这样的举动却刺激了俄罗斯的野心。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8年之后，克里姆林宫正式利用克里米亚作为集结地，对乌克兰南部发动大规模进攻。几天之内，克里姆林宫就吞并了赫尔松、扎波罗热的大部分地区，并包围了马里乌波尔。这是俄罗斯在过去3年半的战争中取得的最大胜利。现在，如果乌克兰接受普京的和平协议，这样的灾难完全有可能再次重演。因为若是乌克兰放弃顿涅茨克的其余地区，就等于主动放弃了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洛维扬斯克、德鲁兹基夫卡要塞区。这是俄罗斯人一直试图染指却一直未能实现的目标。这些要塞区防御极其牢固，几乎坚不可摧，守护着通往哈尔科夫和第聂伯河的通道。可以说，若是乌军放弃了这里，未来俄罗斯就能以此为跳板再次入侵，并重现2022年大规模入侵初期的场景。另外，过去3年半的战斗已经证明，俄军的攻城能力极差，除非付出巨大难以承受的代价，否则根本无法攻下任何一座防御组织良好的城市。比如红军村，俄军都在城门外徘徊1年之久了，仍然没有攻进来。而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洛维扬斯克则是比红军村更加难以攻克的堡垒。普京此时提出所谓的领土交换，等于是想凭借3寸不烂之舌拿下10万炮灰都堆不下来的战略要地。因此，不管如何威逼利诱，泽连斯基都不可能放弃顿巴斯。他和绝大多数乌克兰人都明白，放弃自己国家最坚固的防线，无异于自杀。在白宫配发的照片中，我们能看到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在乌克兰前线地图背景板前进行了激烈讨论。好在最后，特朗普似乎被泽连斯基说服，他表示不再要求乌克兰是否停火，而是专注于通过谈判实现持久和平。要说这场会晤有什么遗憾，自然是会晤未能讨论继续对俄罗斯施压以促成停火。在特泽会晤开始前，乌克兰再次响起防空警报。战争研究所报道称，俄军发射4枚伊斯坎德 M 弹道导弹和140架无人机打向了乌克兰各地。乌克兰空军随后报道称，乌军虽击落了来袭的88架无人机，但未能拦截4枚导弹和52架无人机，仍造成25个地点受损。如光哈尔科夫一地就有12栋住宅楼被摧毁。哈尔科夫的市长杰列霍夫官方通报了这一消息。又或是在扎波罗热地区，泽连斯基8月18日报道称，袭击造成3人死亡，20人受伤，更多损失仍在统计中。但最关键的是，俄军此次的狂轰乱炸再次击中了位于敖德萨的阿塞拜疆油库，这进一步导致俄阿关系的恶化。据 Austra 频道报道，8月18日夜间，俄军对敖德萨发动了远程打击，当地的能源设施被击中，其中包括阿塞拜疆所属的 SOCR 油库。袭击导致夜间的敖德萨燃起巨大的火光。天亮过后，能明显发现这座民用能源系统遭受了重创，不仅油罐倾斜倒塌，里面的基础设施更是被严重破坏。
值得注意的是，阿塞拜疆的官员比乌方率先发表了评论，称石油码头的17个油罐以及泵站大楼都损坏严重，初步统计有超过 1.6 万吨的燃油被毁。阿方对此表达了强烈的谴责与警告。而这并非俄军第一次攻击阿塞拜疆所属的能源产业了。实际上，就在8月8日，俄方的10架无人机就击中了该油库。当时阿方就警告称，如果莫斯科继续袭击同阿塞拜疆相关的乌克兰能源设施，那么他们将准备解除对基辅的武器禁运。而现在，俄军不顾警告，依旧选择动手，这势必会让俄阿两国的矛盾激化。接下来就看阿塞拜疆是否会迈出军援基辅的步伐了。乌军方面，随着俄军在顿涅茨克前线的攻势受挫，其反击接踵而至，并再度将战火拉到俄境内。据乌总参谋部报道，8月18日，乌军无人系统部队和国防军其他部队协同袭击了俄罗斯坦波夫地区的尼科尔斯科耶1号抽油站，且此次袭击阻止了通过德鲁日巴管道的俄石油流动。目前，该报道得到了匈牙利外交部长西亚尔多·彼得的证实，他还强烈谴责了这次攻击，称其导致匈牙利的石油供应中断。目前，俄能源部副部长维帕尔·索罗金已将此事汇报，相关专家正在尝试恢复对管道运行至关重要的变电站，但目前尚无恢复供电的时间表。美国太空总署的火灾监测服务也证实了这一损失，其在当地时间凌晨2点左右记录了尼科尔斯科耶1号输油站附近的几处火灾。据悉，尼科尔斯科耶1号输油站位于谢斯特伦卡库古舍沃附近，距离前线约400公里，是全长5500公里的德鲁日巴输油管的关键设施，负责向俄罗斯中部坦波夫以及外围地区供应石油产品。该站由俄罗斯国有控股公司 Transneft 所有，该公司负责俄罗斯境内外的石油运输。该站年输送量为 1.045 亿吨石油及成品油，日输送量高达30万吨。除原油外，尼科利斯科耶1号油站还负责输送、储存和分配航空燃料、柴油、汽油和燃料油。该油站还拥有大量的仓储和现代化的运输设备。根据俄罗斯产业报告，该油站正在进行现代化升级，其安全阀系统的最新升级已于2025年7月底完成，但现在新设施还没用1个月就被摧毁。再加上8月12日乌涅恰油泵站遭袭击，德鲁日巴输油管的另外2座泵站也遭到摧毁，俄罗斯损失之大可想而知。与此同时，8月19日晚上，乌军无人机还袭击了伏尔加格勒的炼油厂，并传出大约10声爆炸声。伏尔加格勒州州长安德烈·博恰罗夫表示，由于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第16号医院其中一栋建筑的屋顶和炼油厂区域发生火灾，且伏尔加格勒机场也因此暂停了运营。此外，15日梁赞弹药厂爆炸，有了更多报道。据悉，梁赞的弹药厂爆炸导致整个车间被完全摧毁，其有20人死亡，134人受伤。之前俄媒曾声称爆炸是由于操作不当引起的意外，但很多人认为这是乌军空袭导致。陆地战场，俄军举步维艰，也无太大进展。首先是哈尔科夫至苏梅战线，俄国防部18日通报称，俄军无人机操作员在哈尔科夫州击毁了乌军2辆豹式坦克。塔斯社还援引俄军事专家的说法报道称，乌军试图在苏梅州方向发起反攻，但被俄军击退。但这一说法根本站不住脚。综合战争研究所和乌方消息称，近来乌军在苏梅方向的斯洛伯赞斯基轴线一带频繁活动，已收复了多个定居点，尤其是阿列克谢耶夫卡和尤纳科夫卡两地，乌军成功突破了俄军的阵地，现在重新完成了控制。与此同时，继上期提到的乌军第47旅击毁渡河的俄军大炮后，乌克兰空军再次发起轰炸，此次目标是哈尔科夫北部的俄军后勤线。据悉，乌军战机投掷的 GBU-62制导炸弹成功击中了桥梁。从现场披露的视频看，大桥和俄军搭建的浮桥都被摧毁，河面也泛起巨大的波浪，爆炸声响彻前线。库皮扬斯克防线，塔斯社援引哈尔科夫俄傀儡主管甘切夫的消息报道称，俄军正包围库皮扬斯克市，试图夺回这处交通要地，但由于乌军防御工事坚固，俄军无法正面强攻。据悉，过去24小时，俄军集结了2辆坦克、3辆摩托车以及一支由40人组成的步兵突袭纵队，向库皮扬斯克左岸发起了进攻，但遭到乌军第429阿基里斯作战中队、第116军事作战中队和第15卡拉达格作战中队的顽强阻止，到目前为止未能取得任何进展。
莱曼方向8月18日，乌军作战旅报告称，由于俄军在该方向损失惨重，已经改大规模进攻为小型火力战队进行渗透作战。据悉，这些俄火力小组试图绕过乌军阵地渗透到乌军后方，但幸存者所剩无几。而且乌克兰广播公司援引乌军士兵的话称，俄军未能在莱曼方向取得重大进展，其靠步兵进行的消耗性攻击无效。目前俄军正在增加无人机的使用，试图对前沿乌军的后勤线进行远程打击。红军村战场，乌克兰军事观察员马绍维茨8月18日表示，乌军解放了位于多布罗皮利亚西南部的扎波维德内和多罗日涅。在多布罗皮利亚东北部，乌军沿着彼得里夫卡防风林反攻，俘虏了多名俄军士兵，并在佐洛蒂科洛迪亚茨升起了旗帜。面对乌军的持续反击，俄军不得不加大渗透和进攻力度。战争研究所观察到，俄军正努力将最初对多布罗皮利亚周围的战术渗透转变为更广泛的作战层面突破。那么俄军成功了吗？答案是没有。乌克兰第聂伯罗部队集团发言人维克多·特雷胡波夫上校8月18日报告说，乌军通过切断俄渗透小组与主力部队的联系，摧毁了俄罗斯在多布罗皮利亚方向的突出部。马绍维茨表示，俄军第150摩托化步枪师正试图从东部绕过沃洛基米里夫卡，试图威胁乌军的侧翼，但俄军没想到乌军在多布罗皮利亚西侧的反攻速度比俄军在沃洛基米里夫卡以东推进的速度要快，因此负责渗透的俄军第5、第110和第132摩托化步兵旅的渗透行动直接宣告破裂。到目前为止，俄军只能在渗透内保持 2.5 公里宽的防线，且很容易受到乌军的反击和拦截。战场之外，俄罗斯真没钱了，已经无法招到满足前线战斗的士兵了。俄反对媒体8月18日报道称，俄罗斯预算支出数据显示，俄国防部合同招募率在2025年第2季度降至2年来的最低点。该媒体报道称，俄国防部在2025年第2季度仅向37900人支付了合同费用，但2024年同一季度，俄国防部向92800人支付了款项。而且战争研究所此前观察到，虽然克里姆林宫将超过300亿卢布的2025年联邦预算拨款用于合同付款，并将其预算拨款增加到358亿卢布，但依旧无法满足征兵消耗，俄军招募率下降的趋势依旧没有放缓。那俄罗斯除了增加联邦预算、维持招募率外，还采取了哪些措施来补救呢？据该媒体报道，其他研究评估称，俄国防部使用地区预算数据获得了约19万1000份新合同，这表明克里姆林宫正在使用其他预算来资助招募。战争研究所分析称，俄罗斯官员正越来越多地试图通过非正式手段招募应征入伍者，如向外国人提供额外付款，又或是通过利用俄罗斯地区的预算，而不是联邦政府的直接预算，来转移财政负担，来规避预算缺陷。由此可见，俄罗斯正试图将资助入伍奖金的责任归咎于俄罗斯各大地区，旨在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俄罗斯有限的国家财富已无法在不削减其他政府计划的情况下，无限期地维持长期征兵工作。俄罗斯所面临的财政挑战可能会削弱俄罗斯的整体部队生成机制，而且北约、欧盟针对俄罗斯石油收入的额外制裁还将加剧这一情况，从而削弱俄罗斯继续在乌克兰发动战争的能力。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是怎么评价这次特泽会晤的？普京又是否会答应三方会晤？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T 恤，不仅超有态度，还堪称性价比之王。首先，它超级轻，拿在手上轻飘飘，穿上身更是零负担，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剧透气，就像会呼吸一样，就算在外面跑一天，也能保持干爽，彻底告别黏腻感。最关键的是，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仅需很少的钱，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闭着眼入都不亏，多买几件换着穿也毫无压力。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这种宝藏 T 恤手慢无，赶紧去抢。